能保护我吗？少废话！别忘了谁把你抓过来的。警察同志。叫我阿丽。阿丽，真邪门了，栽在你这小姑娘手上。到时候你别连累我，我还不想死呢。约的是这儿吗？是这。人呢？华哥靠谱吗？看我们这行，有什么靠谱之说？都是提着脑袋挣钱。我倒希望华哥不要来，至少还留条命回去。他一定是在试探，看扇子是不是安全。他会来电话的。是华哥。接，按教你的说。大哥，怎么不见你人啊？山子，你没被警察逮起来吧？华哥，小弟还担心你呢。小弟找你，是感觉你华哥讲义气、守信用。小弟都来了半天了，这可不符合大厂规矩呀。行了，我知道，这2天风声太紧，我不能不有所防备啊。华哥，我真的没事儿。你身边的人呢？你说阿丽啊？在。把那个车窗玻璃摇下来。摇下窗户啊！好。10分钟后，长江宾馆门口见。好。各小组注意，准备实行2号方案。明白。收到。接。华哥啊，往前开200米，街心花园。哦。一组往前200米，街心花园。各组注意，一组往前200米，街心花园。走。山子，你下车。我一个人啊？对，你带着钱下车。连那个同来的留在车上。你说话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拿着。
你要敢耍滑头，一枪崩了你！情况有变。傻子，你果然出卖了老子。不，华哥，人不是我带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的账，我慢慢跟你算。各组注意，目标逃向黄河路。大刘，务必给我截住。人呢？好了，过来。人上哪儿了？啊，住！余立宪呢？追下吧。这么着，队长，这俩人交给你。大刘，走。哎呦！好小子，你敢出卖老子！华哥，我弄死你个王八蛋！把枪放下。想废了老子，老子今天要了你的命！我上来，别动！放下！闪开！给我闪开！要不然我就杀了这个死女人！这是加油站，有种咱们同归于尽！盯半天了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再等等吧，说不定有情况呢。把人清了。
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为什么？没什么。走，看看去。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王叔，出麻烦了，这回咱们栽了。哎，我。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？公主，上！好。对，沈队，我们截获了一辆装有易制毒化学品的车。我只负责这一段路的运输，到了下一个交易站，我就把货交给另外一个驾驶员了。哪个加油站？叫蒋庙交易站。司机叫什么名字？司机叫小王。全名，别问一句答一句。电话。真的只知道他叫小王。没电话。没电话你怎么接头啊？我们定了个时间，过了时间他就走了。什么时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我忘了。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一块儿说。真的什么都说了。哎，迟了一步。没逮着那个小王，逮着也没什么用，他就是一雇来开车的，我估计其他的事他也不知道。这背后有高手啊！每一个步骤都是单线联系，一旦翻船无法追查呀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原料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们着急，他们比我们更急。看来咱们这次的行动方向应该是对的，确实有人想在南疆，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搞一个大的制毒窝点。这帮家伙真是胆大妄为。我觉得啊，在这条公路的沿线，应该有一个堆放毒品原料的仓库。你想啊，这原料它搁哪儿啊？总不能大鸣大放的拉到市区吧？对呀，哎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？队长就是队长。少贫吧你！把眼睛盯在仓库上，争取把这仓库给端了。我明白。哎，你们蹲守有没有结果？我估计那就是个实验场，搞成了以后再搬到其他地方加工，应该离得不远。所以我把丁立宪还有高立明他们俩留在那儿，在附近的村庄走访调查。他们能盯得住？哎，你还别说啊，这俩小孩还行，特别是那个丁立宪。你说她是个女孩吧？跟着我们在山上3天3夜，啊，不洗脸不刷牙，吃了压缩饼干，我就没听她叫过一声苦。哎，真没想到啊，这警院就是改造人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当时知道他身份之后，我就想，天哪，警院招这样的学员，将来我们警队不是完了吗？不是成了富二代的夏令营了吗？你这是歧视富二代。哼，也就是你这样的教官才能教出这样的学员来。那肯定啊，跟着我的人，那没错。王叔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活
哥没有把你供出来，已经是老天开眼了。给了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，让你从福建进批原料，你又给丢了。老李呀，你也是集团的老人了，集团的规矩你不会忘吧？王叔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知道这次原料翻船，集团的损失有多大吗？啊！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厂子，都快要废了。王叔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立功赎罪。这事儿我做不了主。王叔，我错了，王叔。你先走吧，这事儿不小。这次事儿不小啊，老李的事儿，您看怎么办行呢？亡羊补牢，还不如另谋打算。可眼下怎么办呢？把刘东找来。好。据村民反映，最近村里时常出现怪味儿，并且家里的家禽都不下蛋了。不仅村民这么说，村支保主任也这么说。还有呢？李村靠着我们发现的那块含冰毒成分的地，我分析，李村的怪现象跟那块地一定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。刚才啊，高立明和丁立倩提到的这个线索非常重要，因为动物比人体要敏感得多，正常的家禽不下蛋，那一定有问题。李村一定大有文章。所以说呢，准备一下，马上出发，到村里边查清楚这个臭味到底从哪来的。是。咱刚才是在那边开的车吧？这。走吧。你像前面这个树是什么树啊？樟木树。樟木树？樟木树。你们家这个房子不错，哪年盖的呀？老房子不是春天是吧？哦，那你前面这个水塘养鱼的时候，一般都养什么鱼啊？养银啊、特子啊、什么的。村民谈到一个叫夏明的人，他家住的最偏远，最大的疑点就是夏明的神出鬼没。据说原本他是村上一个游手好闲的人，好吃懒做，家里也是一贫如洗，村里上的人都不爱跟他来往。但是突然他就盖了楼房，而且就隐藏在这密林之中了。这有点意思。我们这组调查到最大的疑点也是夏明，而且谁也没去过他们家。对，大家提到偶然出现村里的时候，他身上还很臭。我们这组也遇到这样的问题，还有村民去问过他，夏明你身上味道怎么这么大？但他的解释是他家在做鱼粉，还养了一头猪。但是大家觉得鱼粉和猪的臭味，它就不是那个样的。现在看来，夏明身上的疑点最大。陈队，咱们用不用把这个夏明抓来问问？问什么？问他有没有在搞毒品？现在我们没有证据，不能动夏明。那个谁，那个大伙都过来一下。这样啊，咱们现在分成2组，24小时对夏明进行监控。啊，周边的这一切，
包括他的住所，包括来往的行踪，接触过的人一定要查。你们俩听着啊，给我轮班盯紧了，听见没有？董事长，刘东来了。老李翻船了。原料会不会影响你那个工厂啊？原料是翻船了，不过老李做事还算谨慎，都是单线联系的，暂时牵扯不到我们那个工厂。再说，也没人知道我们那个工厂在哪儿。我想把你那个地点换了。董事长，这换地方，你那还有多少东西啊？原料、半成品的冰毒，我们前期的投资可都砸在里面了。你舍不得换呢？也不是舍不得换，从长远来看，工厂的地点是一定要换的。董事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最后再生产一批冰毒出来，然后再把地点给换了，否则那里的原料可都浪费了。再说，原料那东西也不好转移，万一在运输途中被人查了，那不是更麻烦吗？董事长，其实你不让我换地方，我自己也会换的。毕竟生产冰毒这东西味道太大，那帮村民现在不懂，但一旦要是懂了，也就会起疑心的。最后一批货出手需要多久？顶多3天，都可以完工。3天已经不短了，多留1分钟，都有可能掉脑袋。你要是舍不得那批货，就赶一赶吧。不过要确保安全。完工以后，必要的话不要留任何后患。董事长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，就是将来有可能把我们送上断头台的一切的隐患，都要消除的。我明白了，董事长，我会去安排的。盯了一天了，眼睛都盯酸了吧？这大门动都没动过，我都快成。哎呀！哎，干嘛？虫子。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？怕什么呀？当警察、刑侦抓捕都不怕。最怕虫子了，这里黏糊糊的，潮兮兮的。巧克力，太棒了，70%的可可。好喝。光你吃，你给我点儿啊！快看，快看！哎，
唉，连续3天了，白天一直关着门，晚上一直开着灯，也不知道这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。这样，带点东西，咱到处转转。这。这条河啊，是从夏明家门口流过来的。夏明家以上的区域水质是正常的，但是这个地方的水明显变质，肯定有问题。你说你这么一直盯着，那苍蝇进出都数清楚了。咱们盯这么长时间，我估计也没什么动静。晚上肯定也没动静。我估计就不是什么生产毒品的地方吧。是不是生产毒品？等省队化验出来了，自然就知道。你省队也真是的，你说你搜查搜查不就完了吗？你一搜查，不就知道里边是不是生产毒品的了？哼，去搜了，不是生产毒品，那倒好。那要是怎么办？那是更好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省得咱眼巴巴在这盯着了。好什么好呀？要是生产毒品了，那他们的头是谁？你一搜，那是打草惊蛇。瞎说什么呀，在这儿？说的也是啊。哎，高立明，有动静。还有货哎！丁鹏毅已经从丁丽倩的电话里总结出了一条规律：只要重案、大案、大线索，丁丽倩的电话一定关机。眼下，丁丽倩的电话已经关机3天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是重案组发现了重大线索，那么这些线索会威胁到集团的安全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丁鹏毅已经让丁丽倩负载起了这样一种极度违背他本意的功能。沈队，哟，回来了啊！来过来，查的怎么样？夏明的账户2个月前有过一笔10万块钱的不明汇款，汇款的地点就是在南疆。谁汇的？是一个农妇。不过这个农妇对汇款的事儿一无所知。确定吗？确定。这个农妇的家里可以说是一贫如洗，更别说是10万块钱了。不过他提了一件事儿，就是几年前他来南疆打工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人花了100块钱买了他一张空的银行卡。那个人长什么样？他说时间太长了，又是晚上，记不清了。那10万块钱，具体是从哪家银行汇出来的？是东桥边的建设银行。省队结果出来了，身份中含有大量变毒，而且强弱批次不一样，说明他已经存在一段时间。老鬼。老鬼的生或者死一直是个谜团，而现在这个谜团终于被撕开了一个角。为什么T哥死后长久的一段时间里，南疆市毒品彻底消失隐匿？为什么这段时间南疆市所有县人都查不到禁毒渠道，而新型毒品冰壶却悄然现身？这之间只有一个可能：T哥根本不是老鬼。老鬼根本没有死，他利用T哥隐藏了自己，并蛰伏了起来。
而现在他耐不住寂寞了，而现在他重新出现了。刹那之间，沈飞扬的心中泛起一阵熟悉的撕裂般的痛楚，这种痛楚伴随着关于兰兰的记忆，原来一直是新鲜如新，原来一直是惨烈如新。你是不是特想嫂子？我也特想嫂子。嫂子笑起来特灿烂。哎，嫂子把你管得服服帖帖的，可就是管不了你这工作狂的毛病啊。哪止这些？我这不爱洗澡、抽烟、盘腿儿，这些毛病哪个扳过来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兰兰吧，就是嘴狠，哎，其实心特别软。我听说你在家饱受摧残，不是夹板就是绷带的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那是兰兰为了给我纠正动作，说我蹲着不好看，给我上的手段。但我还是我呀。你呀，你二坏。其实嫂子挺凶猛的。你这么说也没错，她是凶猛，但是人家凶猛的有范儿，是有范儿。行了，不聊了，加班去吧。谁？沈队。沈队，情况怎么样？刚才来了几个人，搬了几个箱子进去。还有没有别的？没有。沈队，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昨天取回去的水经过化验，里边还有大量毒品，再加上这个村的种种迹象表明，夏明家里很可能就是一个成规模的制毒窝点，而且工艺非常完美。把制毒窝点装在普通宅里，不可思议啊！好端端的一个村子就被毒品给污染了。沈队，咱把夏明给抓起来，这小子肯定给收买。绝对不行！在没有发现夏明的踪迹之前，绝不能打草惊蛇，必须24小时监控。是。这样，咱们先收队，回去商量一下。老六，通知丁力。丁力，带人过来换班。撤。好。我回来了。我好像走了。干嘛呢？我这2天没有休息好，不太舒服，上医院又太麻烦了，我就找医生开了点药，自己注射。自己注射怎么行啊？万一扎不准血管呢？哎，菲菲，你这胳膊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全是针眼儿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上医院又贵又浪费时间，我都是自己注射的。现在呀，我熟能生巧，血管一下子就找准了。这身体不好还有理呢？安妮，别光说我啦，说说你的白马王子。哎，你们最近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什么叫不怎么样啊？快说说，我给你们把把脉。我最近老也见不着他，给他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，弄得特神秘。每次问他，他就说忙。这男人呐，如果爱一个女人，
他就是再忙也说不忙；要是不爱呢，那就是再不忙也说忙。而且这个刘东挺帅的，安妮，我总觉得你们的感情有点危险。那要真那样该怎么办呀？现在时代变了，好男人呢特别抢手，所以你要像捍卫自己的生命一样捍卫爱情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怎么捍卫？我觉得你干脆调休几天吧，跟着他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电话，或者是女人的香水儿、头发。要是真有，你就跟踪他，找到那个女人之后，你就一下咬死他，跟他拼个你死我活。行不行？你能不能出点正经主意啊？真的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。安妮，你干嘛不亲口问问呢？我不敢问，我害怕他，万一说他变心了呢？万一他跟我说他不再爱我了呢？那就算是这样，也比你天天闷着瞎琢磨强吧。我从小就没有父母，也没有兄弟姐妹。他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我的爱人，是我的全部。如果这世上有一个人比我自己还重要，那就是他。我愿意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任何事情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沈队，丁力来电话了，发恶臭的那片山林的承包人找到了。谁呀？刘东，丁氏集团的青年才俊，刚回国没多久。丁氏集团？这样，这事儿先保密，别让丁立谦知道。哎，那这次行动要避开丁立谦吗？你让我想想。好。最近这右眼皮子老跳，不是什么好兆头。董事长，您是累了？可能吧。刘东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再过2天，这批货就可以完工了。到时候我会转移处理村的。安全吗？安全，绝对安全。我都是按照您的要求采取了措施。即便是警察查到了雷村，也不会查到我这儿。原料的输出和成品的输出都有严格的分工，都是单线联系的。结了这一段，不会通往下一段。那个夏明的人呢？夏明是我让手下用钱去买通的。买通这样一个游手好闲的人非常便宜，也非常容易。很便宜、很容易的人，通常有2个贪字：一是贪财如命，二是贪生怕死。要是出事儿，
第一个出卖你的可能就是他。刘东啊，董事长的话，你听懂了吗？做大事就要狠得下心，下得了手。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条路，要想平平安安的走好、走远，就不能心软，就不能留下任何隐患。你放心吧，王叔，我跟董事长这么多年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能活的人，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；不该活的人，他绝对活不了。安妮，你电话终于通了，我快急死了！我调休1周，这都过了2天了。我这才跟你联系上。安妮，你没上班啊？我调休了，我发短信通知过你了。哎呀，我忘了。最近我老也见不着你。公司太忙。安妮，要不这样，我一会儿把电话给你打过去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。小东啊，最近跟安妮怎么样啊？最近我忙，没顾得上她。等闲下来，我再好好陪她。这阵子又怕分心，所以我没怎么开跟她联系的另一部电话，冷落了她。没事儿，闹点小情绪。哦，女人呐，小东，安妮的事儿，你必须要处理好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后院可千万不能起火呀！这我知道。有时候我担心，不能给她幸福。如果这头的事儿能顺风顺水，我和安妮也能顺风顺水的过上幸福生活。可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怕安妮的。我们这头会顺风顺水，而且必须顺风顺水，否则都得沉。王叔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用心做的。话里有话，直说吧，你怎么看这个丁氏集团？丁氏集团不简单，丁鹏毅更不简单。哦，你怀疑他？对。也许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丁鹏毅。2种可能性：第一，优秀的企业家和毒品一点关系都没有；第二，所有的光环只是一种掩饰，实际上他就是老鬼。凭什么？在T哥死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南疆所有的毒品交易都是0成交，就连迪厅的 K 粉还有摇头丸都销声匿迹。到后来黑子的失踪、冰湖的出现，都证明毒品并没有消失。他们这是改头换面，换成了一个有计划的蛰伏。对，只有他们在感觉相对安全的时候，才会在特定的地点、特定的时间重新出现。而李村的冰毒画院恰恰证实了我们的推断。这个李村山林的承包方正好是丁氏集团，而丁氏集团的产业性质决定了他们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，是不可能去承包这一片偏远的山林的。
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啊，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依据承包山林，再加上一个汇款区域，就断定丁氏集团与之有关。除了这些，你认为丁氏集团还有什么疑点？有。最近几天，我让人查遍了所有本市的大型企业，丁氏集团最特别。哦，说下去。首先，丁氏集团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边，没有任何的不良违规记录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丁氏集团从现在开始就必须进行合法经营。一，丁氏集团不能有任何的违法违规的记录，不能有任何的虚假账务，不走任何不正当的关系或竞争。一句话，就是不能让警察抓住任何的漏洞来查我们。丁氏集团哪怕亏损都要坚持住这一点。你们记住，只要坚持住这一点，丁氏集团就是我们一个完美的保护色。我们不是靠它来赚钱，而是依托它来保护我们真正的事业，我们的白色王国。其次，丁氏集团的所有员工都有特别强的向心力，几乎就是铁板一块，这是所有企业都不具备的。那就说明丁氏集团在这个方面是下了血本。既然下了血本，那就得图点什么。对。二，我们的员工待遇要高于同级企业的员工，给所有的人全部上3险1金，上最好的福利。新员工要严格审核其家庭成员，不能有警方的家属，不能给集团带来任何可能的风险。员工只要一进入丁氏集团，就是丁氏集团的人，不管是人还是心，你们都要给我笼络住，确保内部无泄露之忧。还有一点，丁氏集团旗下的工厂所在地曾经是南江市毒品最泛滥的地区之一，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查，丁氏集团所有的员工没有一个跟毒品有染。3，这也是一条死命令。丁氏集团从上到下所有的人绝对不许染毒，一旦染毒，不论是谁，立即清除出集团。集团不会为了某一个人而影响大局。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董事长，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干我们这行的，走好了是天堂，走不好了就是地狱。丁氏集团是我们5个人的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，希望大家能够同舟共济。就这些，还不止。丁氏集团一直很低调，虽然他们实现了利税大户，但是对于媒体的采访能退则退，尤其是丁鹏毅从来不上报纸。这跟很多企业动辄就大肆宣传以拓展知名度的做法恰好相反。我认为他是在有意的回避什么。如果把这几条拆开了，哪一条都不会让别人觉得有什么不对，但恰恰是这样，更证明这中间有问题。是这样，看起来我以前的判断错了。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，老鬼并没有死。不过目前这都是一些主观判断，并不能代表什么。下一步你想怎么办？老鬼这条线我们追了好几年，这条巨鲸不好钓啊，但是值得我们期待。我建议你再花一些时间，把问题搞清楚，正是你的想法。另外，丁氏集团是本市的纳税大户，所以你要注意在面上，不要给上头抓到任何把柄。哎，杨子，你对丁立倩准备怎么处理啊？丁立倩是个好警察，但是他跟丁氏集团的关系的确要引起我们的重视。高局，我是这么想，暂时呢不调动他的岗位。一，我信任他；二，如果丁氏集团真的有问题的话，那就会打草惊蛇。所以，对于丁立倩，我会把握分寸。好，
我相信你能处理好，注意方式方法，严守秘密。是。后天12点之前收工，以后不要再来了啊！那还调到材料走，你废什么话？那还抢我们的工钱怎么办？我不会欠你们钱的，到时候还你钱给你们就是了。夏明，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老板，我已经叫他们加班加点的干了。你等一会儿。安妮，我现在有事儿，我晚一些给你打过去啊。你让他们给我轮班倒，尽量提快速度。你看是这样加班加点的话，是不是工钱多给一点？钱不是问题，你让他们给我注意安全。事儿办成了，我给你们翻1倍的价钱，就算我犒劳兄弟们的。哦，老板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心里就有谱了。心里有谱不行啊，得靠谱。你放心，老板，我保证后天12点之前，保证完成。那好，事儿一完成，我马上给你打钱。安妮，走，咱们出去转转。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刘东，我在你心里是不是一点位置都没有啊？你就不能抽点时间来陪我？安妮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？我累了。安妮，安妮。通过目前所掌握的证据，足以证明夏明家就是制造冰毒的窝点。丁立宪，把你们这2天监视的情况说一下。好。夏明家前2天白天大门紧闭，一到晚上所有的灯就都亮着，一直到凌晨，没有任何的动静。后面3天出现了异常情况，每天凌晨2点左右就会来一辆小型的货车。接着说。货车到达之后，每次出现1个司机。戴鸭舌帽，戴口罩，看不清楚脸。司机会用3长1短的敲门声通知房内的人出来接货。那车上装的是什么？不能判定，但从他们的搬运的姿势来判断，东西不轻。然后呢？他们有没有进去或者交谈什么的？没有，每次卸下货，司机就走。高立明，他们卸货的人是8个。因为这货又多又沉，我估计所有人都出来了。其他的跟倩倩看到的一样，没什么别的迹象。我跟沈队早上去的时候，你哈喇子流了一地，你能发现什么呀？哎呀，8个人，看来这事儿不小。沈队，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大案？很有这种可能。这次你们2个人表现都非常好，尤其是丁立宪，啊，你们俩好好回去休息，晚上再去下架。是。等等，滴滴你那兔子眼睛，晚上看清楚点。谢谢队长。安妮，今天我替菲菲的班，给你同航班。菲菲呢？生病了？啊？你不知道啊？怎么了？
菲菲昨天晚上吸毒，给警察给抓了，而且还有2年的吸毒史。我也是早上主任叫我替班的时候才跟我讲的。菲菲吸毒？她不像吸毒的人啊！我天天跟她在一块儿，我怎么没发现呢？哎呀，安妮，你还是离她远点吧，沾上毒品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！哎呀，算了，不讲了，该登机了，先走了。安妮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还生气呢？别生气了，今天专程来向你道歉的。安妮很轻易的就原谅了你，虽然她依旧满心疑虑，依旧不安，这种不安就像一团不确定的阴影，让她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。安妮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也许她和刘东之间不会一帆风顺。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刘总，人我已经处理掉了。老李啊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误了事，大老板可不是吃素的。今天晚上事关重大，也是关键的时刻，也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刘总。最近老也见不着你，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心里挺不踏实。公司的事儿太多，我自己忙不过来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。别人都说，男人都不愿意支持他身边的女人。你不会是看上别的女人吧？你听谁说的？别胡思乱想了。我怎么会有其他的女人呢？我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你看，今天我本来很忙，但是我还是陪你去戒毒所。哎，安妮，你去戒毒所干什么？去看个朋友。小雪，安妮是我表姐，你见过的。她一会儿过去找你，她有个朋友杨菲菲在你们那儿戒毒呢。哎，就是挺可惜的。大刘让我问询问笔录整理好了没？小雪，那我不跟你多聊了，下次安妮过来我也来看你啊！我最近太忙了，我挂了，拜拜。搞定了。喂，搞定了。什么朋友让你这么伤心呢？是菲菲，我的同事。我们中学就在一块儿，后来又考进同一所大学，毕业以后分到同一家航空公司。每次飞到外地的时候，我们都一块吃饭逛街，我们特别合得来，什么话他都跟我说。我真没想到他会吸毒。这么说，刘东是跟安妮去戒毒所了？是。安妮这孩子太善良，太单纯了，这一点，他跟君生很像，很像。
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回头？是不是要我死了才能够让你清醒？要是真这样，那我死给你看！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不让君生知道这一切的原因，是为了我让他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因为我是个男人，我希望我深爱的女人好，所以我把一切的风险，所有的事情独自承担下来。你说我有错吗？董事长，您没错。不，我还是错。我不该瞒住他。如果我给他时间，让他一点一点地接受这一切，而不是让他在猝不及防中被迫地接受这一切的话，我想君生就不会做出那么激烈的反应。也许他就不会离开我。也许今天坐在这儿说话的就不是我们两个人了，而是我君生还有你。知道，明白。我不能看着君生的悲剧重演了。你说的是安妮？是的，是安妮。她跟玲珑在一起，迟早会发现这一切的。安妮必须下水。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。安妮的父亲把安妮托付给我们，要的不是这个结果，我知道。